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SOP 算法的编程。我们把这个窗口拉大，跟这个尺寸相同，然后双击进去，然后在这里选择类型 SOP， 复制这个 IC 的名称，放置到元件库中，粘贴 OK， 然后新建一个窗口。今天我们只介绍如何制作这个引角的算法，像其他的缺件、偏移角度，我们今天就省略掉，我们只讲这个引角的算法是如何检测的。OK， 我们点击这个算法，然后给它一个缺陷名称，然后选择检测算法，输入这个 Ladybug， 选择之后，我们把这个窗口挪到这个引角的位置，宽度跟引角的宽度相同，可以略宽一点点，然后高度包含本体，然后往上面拉一点。我们关闭颜色看一下，这个检测窗口大概的尺寸就是这个样子。下面要包含这个本体，上面要超出这个焊盘区域，往上面一点。OK，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引角，将这个检测窗口的尺寸与引角的尺寸调整一致，将这个窗口设置跟引角的窗口一致。如果不好看的话，慢慢的挪过来，这样放到这边进行一个对比。大概这个样子，然后把这个尺寸缩小一点，宽度。我们这样挪过来，虚线拖动过来，对比一下，这个虚线跟这个引角对比一下。OK， 放置好之后，我们点击这个检测算法，输入它的引角间距，引角之间的间距，这个是引角与引角之间的间距。我们在这里双击或者修改都可以。我们在这里选择也可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间距是否一致，然后它的窗口尺寸是否一致。OK，
选了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调颜色，调这个本体的颜色。我们打开颜色，我们要把这个本体的颜色和周围的颜色调出来，然后筛选出，把这个颜色跟菱角的颜色把它去掉，这个焊盘的颜色跟菱角的颜色把它去掉。这个线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线要放置在银角的前端这个位置，这根线一定要放置在这个银角的前端，然后这个黄线要放置到这个焊盘的末端，要把这个两根线的位置要把它调出来，这个线白线要放在银角的这里，黄色要放在焊盘的末端。好，我们来调整它。现在这个没有在银角的部分，我们来调出来。可能是我们的银角长度没有设置准确，我们把银角的长度设置太长了，我们把它缩短一点。跟它一样长。OK， 然后再来调节。调整到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。把这个银角部分露出来，跟焊板部分把它露出来。把银角跟焊板部分的颜色把它露出来就可以了。把银角跟焊盘的颜色把它去掉。好，调完本体之后，颜色我们再调银角的颜色，把这个银角的颜色抽出来，这个银角部分的颜色把它抽出来，不能包含焊盘颜色，这部分的颜色是不包含。我们把颜色往这边挪点。
把这个引角，这个是引角的部分颜色把它抽出来，把其他这些颜色把它去掉。然后第三个，我们要把焊锡的颜色调出来，就是这个正常颜色的锡的颜色把它调出来。把这个锡的颜色把它调出来，亮度把它调暗一点。OK， 然后我们再把焊盘的颜色调出来，把这个部分的颜色把它调出来，这部分焊盘的颜色调出来。OK， 调整完之后，这个接下来我们调整这个测这个锡有没有虚焊，测这个引角有没有翘角，检测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调用向量，这个向量。等一下你就看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。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窗口会自动移动到这个引角的前面。好，我们你看现在已经过来了，点击它，它就自动过来了。然后我们缩小窗口，跟焊盘的宽度一致大。这个就是不良的，绿色部分代表正常的。这里的制作方法就跟这个算法是一致的。我们选做蓝色部分，把它调大一点，然后去掉它的红色部分。我们看一下，打开颜色，然后把这个往这边挪过来。OK， 这个检测虚焊翘角就做好了。这是每个引角检测的结果数值。OK， 检测完成之后，这个是检测引角翘区抬高了，这个一般是用于 3D AOI。这两个算法一般用于 3D AOI， 是检测它这个引角抬起，所以这两个算法我们就把它删掉，删除窗口。这个检测算法是检测
联系，引脚之间有没有联系？好，我们先调整它的窗口。然后移动，放在引脚之间，检测它有没有联系，要放在这个引脚跟引脚之间。然后调用向量，这个窗口它就放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把亮度调到最大，颜色也调到最大，一定要调到最大，可以双击。我们在这里调节过程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双击，就调到最大。我们看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数值我们给到50或者55。OK， 这个引脚就检测完成了。这个算法做完之后，我们 X 对齐，然后复制 Y 方向镜像对齐。我们检查一下这个为什么没有分开。调整本体颜色，调整引脚颜色，调整暗系颜色，调整暗盘颜色。我们调整本体颜色看一下。OK， OK， 调整之后，我们更新一下软件库。
然后检查一下其他的。其实这些参数已经默认好了。OK，今天的视频介绍到这里。